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6年4月30日星期四，佛历6月上14，万象多云，24到31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外汇牌价、股市行情、黄金报价、燃油价格以及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804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13基普，涨幅 0.06%。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71.14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 1.4基普，跌幅 0.21%。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3193基普，与上一个交易日持平。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昨日老交所综合指数的表现可谓是平地起惊雷，指数最终收于 1329.84 点，较前一交易日上涨 2.92 点。昨日盘中波动剧烈，最高触及 1335.13 点，最低下探至 1308.91 点，这高达26点的振幅，表明多空双方在昨日博弈非常激烈。昨日总成交量约为 175.6 万股，成交额约 39.7 亿基普，市场活跃度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虽然大盘微涨，但观察12只主要股票可以发现，昨日市场仍呈现明显的28效应。联合发展银行是昨日表现最抢眼的救市英雄，股价大涨200基普，收于8350基普，其庞大的成交量和显著的涨幅，是昨日大盘能够强行扭亏为盈的核心驱动力。浦西开发小幅上涨20基普，收于1570基普，起到了一定的护盘作用。昨日有8只股票下跌，市场情绪整体偏向悲观。外贸银行下跌40基普，老挝电力下跌10基普。作为老挝股市的两大支柱，它们的走弱直接拉低了市场的赚钱效应。老挝石油下跌120基普，是昨日跌幅最明显的个股之一。中老证券交易量巨大，为 64.2 万股，但股价下跌20基普，显示资金离场意愿较强。其他个股也均有不同程度的阴跌。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黄金银行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5126万7000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下跌9万9000基普，跌幅 0.19%。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10个加油站执行4月27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4378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3824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国防部副部长访问泰国。4月28日，国防部副部长兼总参谋长塞斋贡马什中将率高级军事代表团正式访问泰国。访问期间，塞斋贡马什中将与泰国武装部队总司令乌格里布塔农上将举行会谈，双方高度肯定了两军在维护边境安全、情报交换及打击跨境犯罪方面的务实合作成果。双方一致同意将继续在尊重主权和互利基础上深化睦邻友好关系，共同维护边境秩序与地区和平稳定。2. 东盟韩国植物园在万象电机动工。4月28日，东盟韩国植物园建设项目奠基仪式在万象市塞塔尼县举行，农林部副部长塞纳空因塔厄与韩国驻老大使郑永珠共同出席。该项目由韩国政府通过东盟林业合作组织提供超过115万美元的无偿援助，项目占地2公顷，建设周期为12个月。其核心目标是打造一个集林业科学研究、文化交流及自然旅游为一体的综合性中心。此举标志着老韩两国在农业、林业及环保领域的合作迈出了实质性一步，将为万象增添新的绿色科研与旅游地标。3. 万象市长视察吉奈莫水厂扩建工程。4月29日，万象市长西里拉通信通平视察吉奈莫自来水厂扩建项目，该项目获日本政府 102.71 亿日元贷款支持，由日本久保田建设承建。项目拟将水厂日产能从8万立方米提升至12万立方米，包含新建净水设施、控制系统、大容量地下储水池及远水取水站。目前工程进度为 4.19%， 计划于2028年7月竣工。市长强调，该项目对保障万象市供水至关重要。
要求相关部门优化管理委员会成员，并督促承包商严格按计划推进，确保万象市民能尽早使用到充足的清洁水。4. 老泰两国共商跨境雾霾污染解决方案。4月29日，农林部部长林康敦萨万与泰国自然资源部部长素查冲克林在万象举行会谈，双方重点围绕 PM2.5 跨境污染、森林防火及空气质量监测共享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会议审议了老、泰、缅三方晴空战略的实施进度，并为老挝即将主办的第14届次区域跨境雾霾部长级会议做准备。双方达成共识，将进一步深化在自然资源管理与环境治理方面的协作，并计划于2026年6月正式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共同应对区域性环境挑战，维护两国民众健康。5. 万象那阿那丹项目区通过越南技术实现农业现代化。万象市塞塔尼县那阿那丹项目区成功引进越南先进农业技术，实现全产业链清洁生产。塔维公司自2018年启动该项目，通过科学种植，成功培育出高品质的葡萄、柚子、欧芹等高价值作物，并实现在老挝首次大面积种植生食南瓜。试验显示，新技术使作物生长迅速且无化学残留。该项目因其卓越标准获国际组织认可，其核心目标是通过技术转让和就业带动，落实政府扶贫政策，提升当地农民收入，推动老挝农产品走向国际市场。6. 泰国警方查获从老挝跨境走私的248公斤冰毒。4月29日，泰国警方通报查获248公斤冰毒，价值约9920万泰铢。这批毒品于4月24日从老挝通过船只运往泰国兰开府。行动中，嫌疑人向警方开枪后逃逸。经查，毒品被精心伪装成榴莲和茶叶包装，以掩盖非法勾当。7. 沙拉湾省塞多河死于系高温气候所致。针对近期塞多河鱼类死亡引发的舆论担忧，沙拉湾省畜牧水产部门实地调研后确认，该现象并非由水质中毒或工业排污引起。检测显示水质酸碱度和溶解氧均正常，但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气温飙升至41摄氏度，导致水温过高，加之河流水位下降，不耐热鱼类因无法适应而死亡。此外，个别民众违规电鱼也是诱因。官方证实水质安全，并呼吁民众停止违法捕鱼。8. 万象市敦努村发生皮卡车后的盗窃案。近日，万象市塞塔尼县敦努村发生一起财物被盗案，一车主在市场购物后将物资放在皮卡车后斗，随后在餐馆用餐时将车停在路边，待其回到家发现后，斗内4件物品丢失。通过调取监控证实，物品在停车期间被盗贼窃走。该车主提醒广大司机在车后斗放置财物时需加倍小心，同时呼吁警方尽快破案，追回损失。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